在经过长达近9个月的对峙，好不容易快要到落幕的时候，印度似乎并不甘心就此退去，私底下这小动作接连不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想想从10号双方正式开始撤军之后，中国那时二话没说就开始把大量兵力以及武器装备陆续撤出，而印度不仅撤军速度十分缓慢，现在还要得寸进尺。前脚刚宣布撤军，部署了3架 K9 金刚自行榴弹炮。据悉，虽然不在这次禁止部署的第4指到第8指中间，但是此基地之前一直有部署过大量兵力，而且从印媒的报道中可以得知，这次部署的 K9 金刚自行牵引炮是印度在过去2年中陆续引进的。目前在印度陆军各军种中已有大约100架，而目前已经在拉达克高原部署了3架，之后似乎还会有陆续更进部署，并且还扬言要在高原地区进行高原作战训练。K9 金刚自行榴弹炮是印度从韩国采购的 K9火衍生版土化版本，采用了155毫米的52口径炮口，全吨重大约50吨，射程可以达到38公里。目前在印度的拉森和图布罗公司生产，并且此次在高原进行作战试验后，印度陆军还曾考虑要继续为高原部队额外订购一批 K9 金刚自行榴弹炮，用以进行山地作战。不少老军迷都说过，印度一直以来都是只要没被打痛，那就不要指望他们能长上记性。在这样双方都撤军的时刻，印度却再次违反修订，在边防有意识地增加重型武器，说是没有想酝酿一下冲突的野心，谁信？当然，中印双方在20日的时候再次进行了一次双方高级指挥级别的演讲，并且进行最后几个重要地区的脱离接触。且看这次印度是否还有小动作，毕竟如今中国撤军撤毫不拖泥带水，那么再返回拉达克自然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一旦印度临到头来再次反悔，那就别怪中国这一次绝不手下留情了。最后，中国必然要重点警惕印度最近的小动作，毕竟印度的下限永远比咱们想的要更低一筹。中印第10轮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将在边境脱离接触。然而印军却又计划增派3支山地部队，这是为何？美军此时出现在印度境内又释放何种信号？实际上，经过这半年的对峙，中印两军的差距也能明显的体现出来。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再到战斗信念，印度相比解放军明显还是差很多。因此，对于印度而言，减少对峙造成的消耗本应是明智之选，为何印度人还要再搞暗度陈仓呢？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印商讨撤军协议的这段时间，美军也进入了印度。美军这时来印度干嘛？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近日由美国陆军太平洋区副总司令丹尼尔少将和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总司令泽维尔少将率美国陆军特遣队抵达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参加了与印度军队的联合射击演习。而借由此次演习，美印美军也重申了两国在全球战略上的合作。我们知道，此次中印对峙背后，美国人也没少充当印度的帮凶。在发生冲突之后，美国高官对事实置若罔闻，一味地在国际上帮助印度装腔作势。不仅如此，美国也趁机将很多武器和后勤装备卖给印度军队，并且频繁与印度军队进行联合演习。从此前公开的白宫文件，我们就能认定，美国在执行自己重返亚太战略计划中，将印度视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并且竭力扶持印度与中国对抗。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在中印对峙期间，美国的军舰与军机频繁侵扰我国周边海域，很明显就是在与印度打照应。如今美国在极力拨高印度的地位，为印度站队，甚至将印度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其中的小心思也很明显，美国人可不是过来扶贫的。中印矛盾激化反映出很多问题。过去中国对印度的基建帮助真的是在养虎为患吗？网友们各执一词，我们需要注意哪一点？最近这段时间，中印关系由于边境问题激化，闹的是尘嚣甚上。除了一些军事上的较量，实际上这次的冲突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中印两国作为几千年的邻居，本该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但实际上从这70年中印相处的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对印度这个国家并不能完全摸透。如今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经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我们不妨从中印经济联系上来分析一下，我们将如何对待这个邻居。我们知道，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得名基建狂魔。如今，中国基建不仅惠及我们自己，而且正在积极走出去。而印度作为与我们相近的发展中大国，自然成为了我国基建的重点照顾对象。我们知道，中国在非洲投资了很多的项目，实际上我们在印度也是如此。中国帮助印度修建公路、发电厂与化肥厂，还将地铁列车与盾构机卖给他们。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与印度当地企业合作，比如印度电信公司购买中国的设备，至少省下上千亿卢比。然而，我们帮印度搞了那么多基建，帮助印度发展，却罕见有印度人提起。不仅如此，印度还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且打砸中国商品，甚至挑起军事冲突，这让人不禁想问，我们是不是在养虎为患？在中印关系恶化后，关于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国内网络上也是争议不断。有网友认为，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也是为了中国制造全球化更好的发展。印度拥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市场，与中国经济形成互补性。更重要的是，你不赚他们的钱，最后也会被欧美与日本给赚走。当然，也有网友表示反对。有网友表示，印度投资环境差是出了名的，印度人经常不守信用，国内投资人被坑过的不少，所以印度的投资环境并不好。此外，从印度对中国愈发强烈的敌意来看，帮助印度人搞基建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印度人不仅不会感激你，甚至随时准备反咬你一口。像中国帮助印度搞电信，印度反手就进了中国5G，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于帮助印度搞基建与投资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需要辩证看待问题。当前阶段，我们完全放弃印度市场是不现实的，但同时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心理。像印度曾颁布了一个敌国财产法，被认为就是用来针对中国与巴基斯坦。该法案规定，印度有权将敌国在印度个人或者企业的资产进行没收，因此绝对不能忽视印度人的野心。对待印度的基建与投资问题，我们需要切记一点，那就是短视，不能为了短期利益埋下巨大的隐患。